一下子又结束，然后立刻回来，然后给大家直播，感觉就是像做了一场梦，真的。但是收到了很多就是大家的关心，然后特别是今天，就是有很多粉丝其实有在上海来接机，应该我们在珠海出发的话，也有很多外地过来的粉丝。对，有什么感想？就是见到大家也挺开心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公开的活动，然后线下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很开心，也很亲切。很有感触，对，很感动。然后就是对，虽然特别是很遗憾，就是特别遗憾说今天回上海没办法，我们要赶回来直播嘛。对，然后只能走一下那个通道。对，走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看到说粉丝说从全国各地赶来上海，对，给我们鼓励，真的是对，很感动。谢谢。包括在舞台上的时候，其实听到就是大家在呼喊我们的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力量。是的，对，不然的话，其实就是可能如果底下鸦雀无声的话，就可能感觉稍微有点尴尬，或者是有点失落。但是大家在舞台下给我们的呼声，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对，让我们更有底气，就是往前面冲。惊喜，对，真的很惊喜。然后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就今天就是和大家主要聊一聊天，对，因为那个行程也比较紧凑，对，然后就是没有跟大家聊聊天也挺好。对，其实从直播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是按就是做游戏，或者是和大家一些互动，也没有就是和大家认认真真的聊过一次天。第一场的时候聊天，对。但是对，就是这次就是纯聊天局，就是可以和大家更剖析一下具体的情况，或者是我们内心，或者是听取大家一些的意见。对，因为我们就属于那种就是一直都觉得不管发生什么都把自己就把那个意外或什么当成意外之喜的那种心情。对，本来是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一个，也是跟之前一样游戏啊那些嘛，但因为今天确实有一些临时的状况，对，然后导致说就迟到，然后临时也换了地方跟主题，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虎东们聊聊天也是蛮开心的。对，真的特别开心。是的，真的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对。我看评论区大家说，就是新秋的麦声音有点小，确实有点小吗？对，要辛苦那个中控台的老师帮我们调一下，新秋的麦有点小。现在呢？现在会好一点。你把麦的位置移过来了。这样会好一点吗？会吗？会。会好一点吗？有说好一点，有说评论区有说好一点。这就好。所以这次你知道第一次就是有点像那种成团夜的一个表演，大家觉得就自己看下来印象最深刻的，就这个行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part？ 我们可以聊一下。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心情吧。你的心情，你的心情，我们都蛮深刻的印象。你的那句话是，我的那天我们自我介绍，然后你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后面有看，我当时因为在台上嘛，可能你说话我都没有办法去感受，然后但是后面有看那个那句话蛮激昂的。那句话本来我是想用那个抒情的方式然后说出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情绪到那里，就是底下股东的那个喊声啊，就是让我情绪一下高涨起来了，把你架那了是吧？顶住了，不能说架，就是感受到了股东的热情。对，所以我井喷式的爆发了一下。那你不得感受到股东的热情，你不应该就是感谢一下？谢，你也感谢啊！谢。我还没说话呢，等一下。不说，你说话不代表你不可以做动作。谢。抱拳。送你们朵花。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单拜的时候，单拜的时候会紧张，怕出错，毕竟那么大一个舞台呢。虽然之前也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但是这一次确实不一样，全球观众都在看着呢，而且对很怕出错。在彩排的时候确实也就一直怕会现场，因为彩排的时候跟现场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彩排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的激动加忐忑，特别是在马上要开始的时候，开始前1-2个小时。对，但是上去之后听到大家有呼喊声和喊各位的名字，还有我们第4的名字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抱拳，谢了，给了我们力量，流下了感动的眼泪。真的超谢谢大家。我们是坐在那个工作人员的区域嘛，就第一排。然后就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害羞，也不好意思喊。那你们上场的时候，那个拿那个，先是帮那个阿星拍他弹嘛，然后就是你知道前面，其实我自己不怎么追韩团，也不怎么追团，也不太懂。但是就因为大家都有在追，所以就在帮大家拍那个礼弹的时候呢，就是顺便你们一上场，我整个很紧张的时候，就后面就开始听到有大家喊大家的名字，然后反正他们也喊了，然后我就一下混在人群中，他就有了胆量，就开始尖叫着喊大家的名字。结果那个执行的那个执行的那个负责的那个姐姐就在旁边讲说：“天哪，好丢脸！”然后结果因为声音小一点，这样好丢脸。我说啊，真的吗？为什么很丢脸？因为工作人员区大家都很冷静、很专业，就我一个人在那里超激动的。然后后面结果因为我太激动了，然后后面再加上后面粉丝也都在叫嘛，结果那个经纪人姐姐比我的声音还要大声的开始叫大家的名字。啊，不管了，反正就还蛮燃的，真的蛮燃的。对，真的就是大家在给我们那个勇气跟那个鼓励的。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很谢谢大家。对，阿星跟秋秋呢，昨天你们印象深刻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就是也有彩排，然后也有那个做准备，但是一到上台之后，然后感觉那个时间过得超快，一眨眼的时候，就是一切就是突然就是结束，然后突然开始，突然结束，就是感觉真的是台下跟台上的时间是有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也有看到很多粉丝，然后对我们的舞台的一些反馈跟评价，对，然后就觉得听到大家给我们的很多的鼓励跟溺爱，然后我们就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然后觉得就感觉我们背后还是勇气就是确实是大家给了我们很多的勇气，我们才有那个自信去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还有底气吧，我觉得是底气。然后包括看大家都跟我们一样激动，甚至还有个热泪盈眶，然后就是看到我们呈现的效果，觉得感觉像自家的那个，被你说的我都有点泪目。我也是，然后就是会跟大家共情，会觉得那个选择跟爱是双向，然后觉得还蛮感动的。对，双向奔赴。请你扣一下你的手机，不然大家能看到你的屏幕。真的？是粉丝。有刚刚有看到提醒的。那个麦克风你瞧瞧，碰到我的衣服，碰到我的衣服。摩擦的声音。所以昨天阿星有看到自己的偶像。有在后台就是观赏了一下那个偶像的现场表演，很厉害，然后也很荣幸我们能够在就是第一次对，然后在他们之后对接着他们之后表演，觉得还蛮厉害。当然就是现场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更多的偶像们，然后都亲眼见识了一下他们真正的专业度，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见识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然后包括这一次也得到了很多大家的溺爱跟正向的反馈，我觉得我们也有更多的自信去完成下一次可能有更好的作品给大家。没错，对。那你呢？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4个人就是站在一起登台正式演出的时候，4个人站成一排，
然后我们4个人加台下的你们，就是有在现场的粉丝们，就是那一幕就是会在脑子里就无限的闪回。对，我觉得这是一生都会记住的画面。OK。对，特别感谢大家，就是给了我们底气和勇气。对，然后人生中的首次。对，然后就希望大家就是双向奔赴，然后我们一定也会很努力，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不要就是我们现在状态都很好，然后准备继续练习自己的业务能力。是的，没错。对，不能多说煽情了就，对，留下了许多的泪水。说着说着就热泪盈眶了。主要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股东们的对我们的支持和感情，所以可能对我们都是双向奔赴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可能会说的比较煽情一点，但是这其实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些想法。对，是。怎么说呢？因为确实，其实我们去的时间其实也就2、3天，然后这么一回来，这么一说吧，因为行程都比较赶，大家其实也没有这么说过，就这么一说吧，确实有一些的，其实是热泪盈眶的。对，想想对，其实是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你上台之后就那么一下，然后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然后就又赶行程这那，然后包括今天才飞回来，然后到现场，然后开始开播，然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这样就大家确实一聊下来，就是会有一些就会很感动。对，其实大家其实都知道，我有时候冲浪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然后在我们去那个澳门之前的话，我就去网上刷了一些信息，就关于我们这次去舞台表演的事情。然后看到好多股东们都说让我们那个叫什么毫无负担的向前冲，然后他们去骚扰全网，sorry全网。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不管我们这次情况或者是结果怎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股东们会在我们的身后支持着我们，但是我们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我们想要的结果，对想要的结果，所以也希望给股东们一个好的交代，也不会去让股东们失望。对，我看比较可爱的一个讲法是说，你们负责 carry 全场，我们负责 sorry 全场，然后说什么必要时请同担退网，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对，所以大家对我们的感情其实是真心实意的，所以我们也想更多的给股东们反馈我们的真实情感，然后对股东们的一些感谢，不会让你们丢脸的，我们会努力的。对，对，接下来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计划，然后包括说这些想过说会有更多的表演呈现给大家，所以接下来大家的行程仍然是每天都泡在练习室，然后学习更多的技能。所以你们这次上了舞台之后，会觉得对舞台更有，就是更有那个实感，或者比如说会更有憧憬，或是觉得自己变得更喜欢舞台，或是更想要在舞台上发光发亮之类的，会有更多的实感和想法吗？会，对，秋会，因为第一次会感受到，就是当你站上台去发光发热的时候，就是有人给你关注，有人给你爱，有人给你鼓励，这个事情就是还是就是双方的一种，我觉得是连接吧，就是跟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触之后，会期待以后的舞台，然后并且就是更加努力的去让自己去学习专业，会很享受 enjoy 这件事情。对，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对这个没有概念。对，我觉得
这次不管怎么样，都是对大家那个一次特别大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参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大家经验肯定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包括我自己也是，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对，是。以前的话，可能对上舞台就是表演这一种唱跳啊，或者是歌曲没有那种实质感，但是这一次其实去了，见到了很多有实力的团队，然后他们的台风，然后还有现场给予我们的一些震撼，其实都有的。其实我们看完以后也更想向他们看齐。对，好，到我了。我都说过了。好，你在看小差吧？没有看小差，那你复述一下我们刚刚说了什么？我肯定要，我是在想自己。就是对舞台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会留恋，因为上过一次之后会留恋下一次。但是这一次确实从我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会以前会去网上看就是那些团体去唱跳，就会我也会搜这种，就是我以前也会看这个舞台，但是确实是没有想到我上去了。对，确实就是很不可思议，因为确实自己也有看，比如说看大家唱跳的一些别人唱跳的一些视频，然后有时候就会搜整个舞台的那个视频去看，但是自己上去了，你确实跟梦一样。主要是大家在下面李佩恩。对，不好意思打断你了，就是跟做梦一样。对，还是会留恋这样子的舞台，特别是更希望我们以后大家能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对，虽然这一次也很大。对，就是我们要往好的地方看齐，向别人学习。我觉得舞台也是只是我们多了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就是不光只是演戏也好，然后综艺也好，直播也好，我觉得舞台也是一个给我们更多机会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对，所以我们就是都得抓住任何能够跟大家展示我们的机会。没错，其实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以来的规划，其实也可以跟股东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所有好的内容其实都值得我们去为之努力的。舞台是一个，然后好的，比如说影视剧作品也是另外一个，甚至包括说线下的一些见面，如果也可以呈现一些舞台或者说一些音乐作品，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内容的产出，所以我们会全体都在各个内容产出的方面去做努力，而且其实比如说在做唱跳的舞台啊，然后做这个音乐的作品啊，并不影响说大家可能还是会继续去参演一些影视剧，然后去筹备一些好的戏剧，然后以各种形式去产出跟积累作品，然后最终就是让更多的人看见，然后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就共识吧，也是我们就是4+2讨论了之后，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因为在筹备大家知道那个项目的时候，其实就一直都大家都在讨论说未来的一些打法跟一些的走向的，所以都是大家聊天去讨论决定了之后，然后再有策略团队去帮我们做了一个比较长线跟短线的规划做结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跟股东们也汇报一下。然后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最早我们做那个就是最早我们做聊天的时候，其实都有聊过说大家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梦想啊或什么。我记得秋好像是想要做实力派的演员，50岁的老戏骨原计划，对吧？就聊这个。那我觉得可以两手抓。我相信我50岁的时候一定会成为很厉害的人，对，很厉害的演员。对，不用50岁吧？阿信当时好像是聊说想阿信当时是有记得你有记得吗？当时你的答案你还记得吗？
演戏然后唱跳，好像是。答案是什么？忘记了，完蛋了。太累了，太累了。就是有记得吗？我们当时有在聊说大家的梦想跟自己对人生的规划，比如说有像演员啦，然后因为秋当时就有讲说，其实还真的蛮爱演戏的，很喜欢戏剧的部分，然后甚至也有提到话剧什么的，对吧？然后阿七，你还记得你当时的答案吗？就是有在说自己的未来的这种职业生涯的规划。应该是都可以。是你的回答是说，你说其实只要被看见，然后有跟大家见面跟表达的那个方式的话，你觉得都很好。是，对。然后欧老师，欧老师是觉得自己非常有演戏的天赋。对，欧沈老师是觉得自己很有演戏的天赋，你还记得吗？我说的没有这么直接吧，我肯定很委婉的说了一下，是这么个意思。我们但是要委婉一点，总结中心思想。还是蛮可爱的。其实想想，真的就时间过得很快，然后也觉得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有在往自己既定的目标去靠，然后去努力，这也蛮累的。对，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在筹备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啊什么的。你们还记得有一个梗吗？我们是因为最近其实有那个，就是有蛮多的杂志啊或者什么的，也有一些就是呢，在沟通中看有没有机会合作什么的。然后我们那天同事也都蛮感慨的，也跟大家就是也跟股东们分享，因为今天是那个 little chat， 就是那种随意聊一聊嘛。既然就是你知道没有办法按照原定的计划去做开播什么的，我们就聊一聊，然后也跟股东们汇报一下，就真心的去就汇报一下。当时你们还记得我们有一个梗是那个 go to 呀呀。是，其实这个也蛮感慨的。就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梗好了，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最早的时候就觉得说希望说给到大家信心嘛，然后也就聊了一些还蛮知名的还不错的一些杂志的团队，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应该当时也是另外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个那个传媒的相关的一个做媒体的姐姐，然后当时是我记得我们去吃饭还是什么的，然后她就说要加入我们，我说 OK， 结果看完大家的资料之后就一顿恶评，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吗？受到了，就是对，然后那个可能那个姐姐那个对方那个姐姐也蛮就是蛮可爱的，然后就全程都在讲说 got you 呀呀什么的，然后就是玩具啦啦这样，你们记得吗？但是对啊，然后就一步一步走过来，现在也真的有蛮多很好的杂志啊什么的都还蛮愿意就是主动来聊合作或什么，就觉得说大家真的是有在被更多人看到的，然后股东们的爱跟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跟力量。对。所以这次澳门行，大家有觉得就是刚刚聊的是那个最印象深刻的部分，那大家会觉得这次澳门行有没有遇到什么觉得很可爱或者是很就当下或者是跟自己的预期其实是有点差距，就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的一些事情，就是可能是就是没有想到意外的，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些事情有遇到吗？意料。是手机看直播的时候不要放外放，说明收进去，把声音搁到最后。OK， 外放好，是谁？是刚刚声音关掉就好了。对，放小一点。这个是可以说，这可能见到我小时候从小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明星，就是他在我后面，然后没发现，然后他走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天哪！一下子有觉得就看到了电视上的人，对，甜梦一场。对，小时候因为经常会看他的电影，你什么感受？采访一下，就是什么心情？就是我还没反应过来，然后他就突然从我后面出来，然后走了。我说，然后回头问他，这个人是谁？是不是他？对，是不是他？就突然可能小时候见到的一些类似于偶像什么的，我真的其实当时也是有点懵吗？是处于吗？
是处于懵的状态，因为我不知道他就突然就在我后面，一直在我后面，然后我在那儿的时候都没发现他，是感觉挺懵的。激动吗？啊，那肯定激动啊！但是当时懵的感觉可能是大于激动。谢谢，再差一点。佩恩呢？佩恩有吗？意外的事情，意外就是意料之外，就是跟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或者是对，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意外的就是自己想格外的帅。是感觉就很忙。哦，以为会很闲啊。以为会就是比想象的格外的更忙和匆忙和慌张，就整体。哦，是。对，从台前到幕后会格外的慌张跟慌乱啊，会想到会想过会很慌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可能我们在弄头发的话，然后那边突然说要换服装这样子，但是没想到这一次会更慌乱啊，匆匆忙忙，然后可能拿东西拿错了这样子，然后再回去换，对，又耽误了2-3分钟，那边就在喊都喊后场了，然后你跑一半回去又拿东西跑过来，大概这样子。所以阿星有什么意外的事情？意外的事情，裤子。那个裤子真的，其实上台前都好像还可以，但是挂了麦之后，那个重量是意料之外的。所以裤子怎么了？主要还是腰太细了，最好是你是跟就是那个要随时防止那个裤子不抓一下，感觉还要掉下去了。其实也蛮好的，舞台试过。怎么腰的像你一样细？你说掉下去吗？不，我说腰，我传授你一下秘诀。可以啊，可以。每天做什么？做 keep， 每天要那个正常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就变细。试一下。还有那个蕾丝眼罩也是，但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也是也 OK， 我觉得效果我觉得也是达到了，我觉得稍微折一点边比整个弄起来要好看。那也不会了，主要还是你在那个情况下就是顶住了，就是一些突发的情况，然后 hold 住了我们自己的舞台。对，但是我觉得点赞，我觉得也有那个味道，就是老实说啊，真的老实说，因为整个这样铺开就有点普通了，折一点边我觉得挺好，有味道。那以后都按这个来，我觉得可以。以后你就是要注意好那个边要折一下。对，有趣的是，那其实说到那个，就是当时 Tammy 舞台上那个蒙的那个眼罩的效果，蕾丝的效果，其实真的我们私下排了那么多次，头一回遇到就是那个小的后面的飘带卡在前面。之前可能出现过的一些我们排练遇到的一些状况，可能更多的是就是那个飘带可能它就直接折了，但它不会出现小飘带就是卡在前面。没事的，就是都是有遗憾，但是我们也跟股东们承诺一下，说我们后面会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更完整版的，然后对的一个舞台，我们来努力一下，然后努力达成一下，然后让它这个舞台做得更精美一点，好不好？好，就全体一起努力。OK， 其实我在台上的时候懵了，有一两，就是有大概1-2句词的时间是懵的。因为什么呢？我一直在注意偏台这个问题。你在找中线？对，我一直在找那个线。我说怎么办？那个偏台，然后在那，然后突然一瞬间，我下一步要干嘛？其实我全靠肌肉记忆拯救你。是，我突然肌肉记忆是
我也突然懵了一下。其实你知道吗？你就是在找那个中线的时候，其实我用余光稍微瞟到你，我当时脑子飞快想出了一个想法，我说你不会忘记动作信号做对了，是微微差一点，不是，就是我看你可能愣了那个当时0.1秒这个样子，对，我懵了一下，我在想，因为我在就习惯性去找那个舞台的位置，然后突然一下懵了，我下一步要干嘛？然后慢了0.1秒，我在想我要不要和你做一样的动作，如果你做错了。其实怎么说呢，我刚开始没上舞台的时候，还有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以为上舞台这个东西就会让我感觉时间很漫长很漫长，但其实上过舞台下来以后的实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舞台的时间好快。是，就是我以为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是挺长的，因为你又要在上面表演，又要在上面唱，时间可能会感觉挺长的。但是其实我从上台然后到下台开始，我就觉得哇，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可能你在专注于某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忘记时间这个东西，然后就会全心全意的去关注它，所以可能就是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感觉时间其实已经飞逝过去了。因为你在台上要想的事情很多，对，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对，挺好的，而专注度会非常的集中，对，因为全部在听那个音乐的那个卡点，然后还有在那个动作。是的，哎。就是那个时间流速快到说比那个什么阿勇抱少友回那个房间还要快，瞬移咻的就过去了。不是没看到，我不听。感觉大家都很经历了感觉很，你看他们的表情，现在整体的状况就属于很像在梦中，是甜梦一场，对吗？对，甜梦一场。但也很感谢说，就粉丝朋友们有到现场去，然后也感觉到你们，包括说刚刚回来的路上，其实也收到很多的粉丝的一些信件什么的，是不是？对，我没有，就是作为那个中转站收到很多的，对我们回来的航班也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有把信件转交给我们，我们到时候也给到你们。包括说其实后台有收到很多的就很多的那个信息，说是希望有机会在直播的时候可以读信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下这个环节。是。然后像昨天的话，其实我们有好几套妆造嘛，你们自己对自己的妆造有特别喜欢或者偏好的吗？昨天其实是3套妆造，3个 look， 其中有一套股东们应该还没见到，是不是？是 After Party 的一套，对 After Party 那套还蛮好看的，对，那套也蛮好看的，很期待说尽快能跟大家见面。所以那3套里面，你们自己就是分别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吗？觉得可能是红毯的那套红毯西装，对。欧璇老师是喜欢红毯的那套西装，佩恩呢？红毯加舞台的，对。如果要2选1呢，就是红毯或者舞台这样。就凭我个人的，肯定舞台了。你喜欢舞台对吧？没有，你喜欢他的舞台那个。看得出来，欧璇老师很满意他的舞台。他还想要，他还想要那样，就凭个人的那个喜好来说，我喜欢那个红毯西装的那个，但人生嘛，想要尝试一点不一样的，对，因为你下了这个舞台，你没有办法去做那个造型了。那个造可以啊！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每天都我给你买个红毯铺在那个小区门口，每天都拿走。你上了之后，你下来就有些东西就没了，就那么一次。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人生嘛，你过了这村就没那个店了。那我们就是努力让舞台更多。舞台更多的话，就要下一次要尝试不一样的。是。好，其他那个黄老师呢？
来给他人解决尴尬，我们刚刚什么问题？哎，你不要干扰人家思路。我应该舞台的造型吧，就是选一个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裤子有点美中不足。老师，那个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是团伙作案，所以没有开玩笑，所以你在切镜头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大家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切到2位，好不好？我对老师提点意见哈，因为今天是 little chat， 所以我们就是你知道比较 casual、比较休闲的来播这一场直播，没有办法，就现在是属于那种你知道临时组了一个聊天局。秋秋呢？你最喜欢的造型？你不展开说说舞台那个？对啊，你为什么最喜欢舞台？为什么？为什么？就可能会比较多的零件，比较多的一些装备。听懂了，就是对你来说比较有意义，可以这么理解？对，就是比较算是出征的战装，对吧？上来穿那个甲，对。然后正式场合的肯定正式场合啊，休闲场合啊都是平时都会可能会更多能接触到，但是就目前而言的话，舞台的话就是会比较更有意义。然后未来的话就是我们都会相信我们都会有更多的就是舞台的造型。是的，对。你呢？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after party 那个对，那个比较符合我自己的风格，我比较喜欢素素的，然后有点设计，但是又素素的。对，主要是能够跟我的搭配在一起。打广告，对，跟我的就是自己的一个饰品，对，是我觉得会挺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然后刚刚想了一个分享有趣的事，其实上舞台的时候，我想把我那个饰品就是放在我的舞台装上，然后就是造型指导就是死活都不让，然后公司的那个小伙伴也不让，就是合力把我劝住了，然后也问过阿星的建议，觉得合适吗？你当时说的是，你说的是什么 ？Why not？ 就是可以啊，你说可以，但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传统意义上的搭。但是要也可以，我觉得。对对对。然后后面我们4个人的 after party 的那个服装的照片啊，也就是会发出来。对对。是，所以刚刚翻译一下意思，就是阿信的意思是说，没有那么合适，但是可以溺爱，就像股东对你们一样，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所以说，那你们自己最喜欢？就是比对方的一个 look 是那个，就是从那个好了，从秋开始讲好了。我觉得也是舞台，最喜欢的 look 是舞台，就是真的很绝美啊，对吧？然后在台上闪闪发光，然后特别是就是下台的时候，就是推迷舞台最后的某国的那个道具的。那个钻石还是亮片，就是闪闪的那个粉，对，对，然后就是抹的就是刚刚好，恰到好处，非常惊艳，对，是如有天成，随机的，对，随机一次上台你就抹的那么好，对，还有手上的蝴蝶，对，我觉得秋秋就是像他说的 ，after party 的那一套很适合他。就是他的个人风格很明显，我觉得，就比如说那套衣服，可能穿在其他人身上都没有那个味道，只有他能 hold 住。然后我觉得，就是一整个，我觉得大家看到的话也会溺爱，不是溺爱，就是完全会 get 到我们说的是什么，很适合他，精炼到，很适合他。
然后说到这个，插一个，哎，这个能提前说吗？就是我们那个采访，算了，保留一下，多嘴了。其实可以啊，刺我一个小巴掌，可以讲，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聊。反正今天是 little track 聊一聊随便聊，然后随便聊。那个求生欲上来了，就是当时问我们4个人，就是觉得各自是什么担当，然后我当时求生欲超强，说因为有网上冲浪说刷到门面担当，然后我说我当时就是一整个囫囵吞枣，就是嘴巴就是跟在那个嚼那个红烧肉一样，就停不下来那种这样的。对，然后说我不是门面担当，这旁边真的别捧杀我，对。求生欲也不是捧杀了，没有，就实话，就大家都是就是没有捧杀了，没有，总要你知道派出一个能打的吧？对啊，比如说给你翻白眼了，比如说那个派出每个队的那个门面担当出去打一架，你要吵起来了，这是要吵起来，能打的投一下票，把你投出去，我跟你说。